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刚才提到的，我们叫这件事情叫做 Spindle Assembly Checkpoint， 或者叫 SAC。OK， 先给大家看一个 video。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 condense 起来，接下来慢慢的细胞核里面的 DNA 就会 condense 起来。OK， 这个时候 DNA 已经慢慢 condense 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进行细胞分裂。这个时候还在互相抓 ，mitotic spindle 会互相抓。然后你们看到旁边这一个蜡队的，他们就不会分裂，一路到他们把这个人拉过来以后才会开始分裂。这个时候拉过去了，然后才可以开始分裂。非常的神奇 ，OK， 平常的时候它绝对会等到所有的染色体都这样才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有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在这个秘密是在这个着丝点上面 ，kinetical 上面。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有没有提到一个 protein 叫做 cohesin， 就是那个环会让两个 sister chromatin 连在一起的那个 cohesin， 它是会连在这个地方，这是中间的地方，让这两个人没有把它拉开来 ，OK。然后呢，这个着丝点上面。会粘着这个 MAP2 或是这个 BUBR1， 我们通常就记这个 MAP2 会粘在这上面。然后平常的时候它是活化起来的状态，什么时候它才会被抑制功能？就是它上面被戳足够多的 mitotic spindle 的话，给它足够的压力的时候，这个 MAP2 就会掉下来。不然的话，没有人戳它，它就一直留在 free end， 就是没有人 binding 的那一些 kinetical 上面。OK， 所以这个 MAP2 粘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它就抑制了一个 protein complex， 是这个 APC 或是 CDC20， 它是一个 anaphase promoting complex， 就是说这些 protein 它负责 trigger anaphase 什么？就是 chromosome 开始拉开来的那个是这个 complex 是这样的。那这个 MAP2 呢就抑制它，这你不准给我做事情，你不准给我进到 anaphase。那这个 anaphase 它怎么样？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 APC 怎么样 promote anaphase， 是因为它可以去活化有一个 enzyme 叫做 separase， 这个 separase 被活化了以后，它就可以把 MAP2 把这个 cohesin 切掉，那它才可以分离开来。那没有被活化之前呢，它是跟着一个 securin 粘在一起，所以 securin 粘着 separase， 它是被抑制的状态 ，OK。直到 APC 没有被 MAP2 抑制了以后呢，它才可以让这个 securin 跟 separase 分离开来，然后 separase 就可以活化起来，开始切掉 cohesin， 那时候才可以拉开来。OK， 那当然也跟这个 cyclin B1 有关系，所以总体而说呢，它就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呢，一旦它被戳够多力道的这一些 mitotic spindle 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去MAP2 就会被抑制下来，它就不会再抑制这个 APC 就可以活化 separase。那 separase 就可以去破坏掉 cohesin， 它们才可以拉开来。那所以只要有任何的没有被戳到 mitotic spindle 的一个 free 的那个 chromosome， 它的 MAP2 就是活化。一颗着丝点上面有 MAP2 的话，它就会抑制这整个事情。一定要所有人都被戳了以后，它才会没有被抑制，然后它才可以让 separase 开始去作用。OK， 好，那这个是另外一张图，就是本来 securin 是上面这个盖子，它会inactivate separase， 可是呢，一旦呢你那个 MAT2 被抑制下来了以后呢，它就这个 APC 才可以换到它来被活化起来，它就可以让这个东西 degrade 掉。degrade 掉以后呢，这个 separase 就可以破坏掉这个 cohesin， 然后它就可以分离开来做这件事情。OK， 好，那在把这个 chromosome 分开的时候，这个你们应该以前也有学过，就是它有两种机制，一个叫 anaphase A， 一个叫 anaphase B。那 anaphase A 呢，就是这边提到，我们先讲 anaphase B 好了。anaphase B 有两个力道可以让 chromosome 分开来，一个就是它在这个 interpolar 的 microtubule 可以伸长，它中间这个地方就不断的伸长以后，它就互相推开来，所以这两个 pore 就可以拉得越来越远。OK， 整个 system 可以越拉越分越开。另外一个呢 ，ester 它会去连接旁边的这些东西，也可以让它们有一个拉的力道，也可以让它们越拉越远。OK， 所以这是两个搭配下来的力道，可以让第一个那些这些 ester 或者这些 centrosome 可以越拉越远，靠它们中间
interpolar 的这些 microtubule， 让它们越拉越远。OK， 另外一个怎么样？黏着那个 kinetic core 的那一些mitotic spindle 呢，它们会变短，它们会 catastrophe， 所以这个 chromosome 因为这边断掉变短了以后呢，它就可以拉开来，所以这才会是拉开的原因。OK， 那你们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它的 microtubule 黏着 kinetic core， 然后它断掉，那它还怎么连着它？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它不是生长出来，然后会 catastrophe 会崩解掉吗？那它黏着 kinetic core， 你这个我黏着的地方崩解掉，我还黏什么 kinetic core？ 我还拉什么拉？所以我们就要去仔细的看一下 microtubule 在 kinetic core 它是连接的方式怎么样。它呢，这个地方是连接的地方，这是从上往下看，这个地方你不用看 ，OK， 就是你把这个地方放那来看 ，microtubule 长这个样子，然后这是 kinetic core 的区域，它是靠这个图没有，但是你们也不需要去真的画出来，你要知道一个概念是什么，它跟 kinetic core 连接的地方是靠这边边的这些 protein， 它侧边连着它，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烂掉，烂掉的时候，这 protein 还会继续往前跑。OK， 所以中间的柱子是烂掉啊，可它连接的地方是侧边的地方，所以侧边的就一路的缩回去，所以最后呢，它还是可以靠着侧边的东西拉着它。那因为它的柱子、它的轨道变短了，所以它们两个就分开了。OK， 这样听得懂吗？并不是这个柱子直接连着 connect core， 那你这个柱子 shrink 掉以后，那它就没连接啦，不是，它是靠这侧边去连接起来。OK。好，所以呢，最后这个 telophase 的时候呢，这些phosphorylate 的这些，它又再磷酸化回来，然后就变成再 seal 回来一个然后 DNA 也可以再 anchor 回去，因为拉面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拉面那个人去掉磷酸根以后，它也可以再粘回 DNA， 然后细胞核又会再 seal 回来，最后变成一个完整的状态。OK， 我在这边我想要先再提到另外一个课本上面没讲，但是或许会考。OK， 我们每次在看细胞，课本上面的时候，我们常画的包球，我是不是曾经有提到，细胞里面只画一个高基质体，然后只画一个在细胞核旁边，它就在细胞核的一侧。OK， 所以其实呢，你真的很多时候在看影像的时候呢，假设这个细胞核，你的高基质体就会在这边一坨，在某一侧一坨。它为什么在这一侧一坨是有原因的 ，OK？ 这里面呢不是只有一个高基质体。如果你今天高基质体放得很小之后，它是不是有这一个 cis middle 跟 trans 这个饼 cisternate 对不对？这里面呢是很多这种小小的构局，有上百个、上千个。你如果放大来看，就是这样小小的、都聚集在这个地方。OK？ 所以细胞里面课本上面画一个构局是错的，绝对是错的。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构局，它画的那个构局 ，OK？ 那这边就碰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细胞分裂是这样分，上下分的话，那你上下的子细胞都还有构局 ，right？ 那还无所谓。可是如果你是这样分，那唰赛这一个细胞就没有构局了，这个细胞还有构局，所以你有一定的几率会，你细胞里面某一些细胞里面会没有构局 ，OK？Sorry， 但是呢，细胞是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因为我们再把它画回来。这些东西，它会在哪一侧呢？它会在 always 发生在 centrosome 的那一侧，这个地方永远都会有 centrosome。centrosome 会长出来很多的 microtubule，right？ OK， 这小小的构局呢，它上面有很多的运动蛋白，然后它会走在 microtubule 上面，让它们拉回到 centrosome 附近。OK， 在 interphase 的时候，它们会有很多运动蛋白会拉着这个小小的构局，慢慢的走 microtubule 回到中央的地方，就是 centrosome 长出来的地方。那在细胞要准备
分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今天没有 microtubule 的时候，这些高基质体没有办法集中在 centrosome 的地方，它就会散开来，它会散到细胞里面到处都是。所以本来一坨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它就会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 microtubule 的时候，它就平均分布在细胞里面。什么时候会没有 microtubule？ 你准备要形成 mitotic spindle 之前 ，interface 里面 microtubule 会先清掉。OK， 这时候清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聚集在 centrosome 附近的时候，它就会散到全细胞里面到处都是。OK， 然后呢，这个时候再形成 mitotic spindle， 那个时候不会对它有影响，它就是因为 motor protein 不一样。然后呢，细胞在分裂的时候，分裂成2颗细胞的时候，你这会有一个细胞核，这有一个细胞核，对不对？然后这样分裂完，然后呢，慢慢的 centrosome 又可以去除掉它的 mitotic spindle， 再生成新的它的这些 ester 方面的 microtubule 或是 interface 相关的 microtubule， 然后呢 motor protein 可以再把它拉回来，把那些散布在细胞里面的构局拉回来，所以它一定会它就会聚集在这一侧。然后另外一个构局呢也会聚集在这一侧。所以你看到我们很长时候在显微镜底下看到2个细胞核，2个细胞在这样子，我们都会猜它当初是1颗细胞这样分裂开来。OK， 我们如果看到2个很相邻的细胞，我们的经验就知道它当初是这样分裂开来。你的构局一定会在这一侧跟这一侧，一定不会在这一侧跟这一侧。一定不会在它细胞分裂的内侧，一定在它细胞分裂的外侧，因为你的 centrosome 在外侧 ，OK， 所以它收紧回来，把这些构局收紧回来的时候，都是会在外侧。你去看显微镜里面，我看到的东西就可以看到比你们猜测的东西更多，原因是因为我知道这后面的机制 ，OK， 所以这是为什么虽然很多时候在细胞里面。很多的胞器，它的排列是有极性的，是不是一个平均分布的？但是它就是有办法让它在细胞分裂之前呢，先做好平均分布，然后你怎么分，最后它就是可以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点。OK， 如果你今天去拍高基质体的时候，它的细胞分裂就会散掉，然后再聚集起来，散掉再聚集起来，就可以做这件事情。OK， 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如果在这些 separate 的状况底下呢，没有分得好的话，总是会有的时候会出错 ，OK， 就会落队的 DNA 呢，最后它就会变成所谓的 micronucleation， 就是核小体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micronuclei， 在这个地方 ，OK， 它就没有跟不上大部队，然后最后它就留在细胞质里面，这些呢都是。Cancer cell 里面很常发生的问题，就它分裂的是乱七八糟。OK， 刚才的 SAC 其实是不 work， 它就还是有拉掉。那个就是你可能是 MAT2 或者可能是那些 separase 或者是 securin 等等有问题，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些事情发生。总是有出错，就容易造成cancer。OK， 好，那我们在 cytokinesis 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刚才提到的kinetochore 的 microtubule 都会收走，所以你的 DNA 已经跑到2侧，你的 kinetochore 的 microtubule 都会收走，唯一会一直留在中间的是什么 ？interpolar 的 microtubule。最后呢，你细胞只会再收缩起来，所以它会收成一束。然后这是为什么你中间这个地方会有非常非常浓？我们常常看到细胞在分裂的时候，最后不是中间的 microtubule 很浓一束，那个叫 intercellular breach。OK， 在这个地方没有写细胞间桥嘛 ，intercellular breach。然后呢？这个收缩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叫做收缩环 （contractile ring） 或者是 cleavage ferrule， 就是你在显微镜底下你可以看到它是凹下去的一个结构。OK， 是这样凹陷下去，所以它就叫 cleavage 的 ferrule。那里面的结构是什么呢？是 actin。OK， 在这个环状的地方呢，会形成很多的 contractile 的 ring。如果你今天把它放大看，它是 actin 主要是比较多粘在细胞膜正下方的地方。OK。然后它这边就连着很多的 actin， 再把它放大来看，每个 actin 上面还有很多的 myosin 是 actin specific 的 motor， 这些 myosin 呢，它就会用 ATP 来水解来当能量，会彼此这样拉起来。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看这个 myosin， 你把
它在我们肌肉里面也是拉着这个 actin， 我们的肌肉才会收缩。OK， 那在这个 case 怎么样？你今天这一些东西，这上面有一颗球球，有没有？像葡萄干这个东西，它就会黏住那个 actin， 然后拉过来。这个东西拉过去，那个东西拉过来，最后你这整个东西就收缩起来的一个环。所以你就慢慢掐掉。这个掐呢，你也可以想象，掐了以后，你可以把两个子细胞可以往两边推。如果你今天是要掐那个贡丸，你中间是一坨东西，你中间这样一捏，它不就从你两边跑出来吗？就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这样一掐了以后，慢慢的它就会往两边推，然后最后它就中间越来越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就是 intercellular bridge 的电子显微镜的结构，这中间就会是一条一条就是 microtubule。OK， 呀、好，那植物细胞呢？比较特别，你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它不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因为它没有 centrosome， 它会有一些 protein 会帮助它 stabilize microtubule， 然后形成这样子一个形状，但是通常来说比较平，它不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端点的感觉，所以它分出来的 chromosome 就这样分完了以后呢，然后又会再形成，然后它最后不是 contractile 的 ring 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形成新的 vesicle， 最后彼此融合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膜，然后再把两个人隔绝开来，这个是他们去分裂的一个的机制。OK，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提到，在这些除了我们这边我们要提到，我们是多细胞的生物，所以我们要长出来成这个人，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可以去控制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跟细胞的生长有关系，跟细胞的分裂有关系，还有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花一些章节呢来讲细胞死亡这件事情。OK， 第一个就是 apoptosis。apoptosis 呢是一个被 programmed 的 cell death， 它是一个计划性的死亡，它并不是一个随便。是受控制的一件事情的一个死亡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在发育的过程里面呢，这个是一个手，未来要变成手的地方。然后你手中间，本来这个地方细胞就会很亮的绿色，就是会进行 apoptosis 的那些 cell， 它就会慢慢消减。不然你的手没有进行这件事情，手中间就有蹼在那个地方 ，OK？ 但是没有吧？所以你们手没有人有蹼吧 ？Right？ 那就是因为你们中间在发育的时候，你们手的那个地方是进行 apoptosis。OK， 那常常我们就要比较 apoptosis 跟 necrosis 之间的差别，你们可以提出来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吗？有没有人回答 ？apoptosis 跟 necrosis 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你们现在不回答，我最后一堂课只开放每个人可以再问2个问题，要不要现在赶快问？来，有没有计划性？一个是没有计划性，就是可能它是突然发生，然后细胞必须马上处理；另外一个是它可以计划。那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被感染受伤。它的压力，环境压力。OK， 好，那有吗？还有没有？他们之间死法有什么不一样？来，有没有水解酵素释出？谁有谁没有？为什么它会释出？因为它受到物理撞击，然后它的溶媒体会破裂，里面的水解酵素会释出到后期。物理撞击，好神奇。对 ，OK， 还有没有？还有吗 ？OK， 其实同学们讲的就都有提到某一些部分的这些特点，就是说左边这个就是 necrosis， 右边是 apoptosis， 它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一个是计划性的，一个是没有计划性。没有计划性是什么？你今天是 trigger 某一个接受到某一个刺激，然后 trigger 某一些相关的这些 signal， 比如说 Cas-Pass， 然后再慢慢把东西 digest 掉。necrosis 是什么？你今天很多时候是碰到物理的撞击。什么叫物理的撞击？就被踩到，细胞也可以被踩到，为什么不能被踩到？踩到，然后或者说什么渗透压，或者加个 detergent， 或者加一个发炎因子或什么 ，whatever， 你就或者加个毒素，加个酒精，也有可能它就瞬间就破掉。瞬间破掉的时候，它里面的东西就会裸露出来，直接喷出来外面。这些烂东西喷到外面的时候呢，它周遭的细胞
就倒霉。所以你 necrosis 会影响到周遭的细胞，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它这些烂东西 release 出去以后呢，周遭的细胞就开始发炎。OK？ 可是 apoptosis 是怎么样？我今天是计划性的死亡，我就是知道我这个细胞死掉，然后它会把所有的烂东西，那些 caspase 切割掉的东西，会包装起来，会打包成垃圾袋。你看到那些很多的泡泡，就是打包成的垃圾袋。OK？ 然后呢，它的细胞膜会把一个 lipid 叫 phosphatidylserine， 你就记 PS， 本来在内层的那一个 lipid 会翻到外面来。它的细胞膜会像塞的棍一样一直在翻转，一直在打包垃圾袋的时候，它就一直翻转，然后每一个垃圾袋外面就有 PS， 本来不会出现在表面上面，它就跑出来，所以它会产生出很多表面有 PS 的垃圾袋。这个时候呢，它会吸引 macrophage 巨噬细胞把它们吃掉，所以从头到尾都垃圾不落地，都不会有烂东西 release 到旁边的细胞，所以它可以做到精准的单一一个细胞死亡，而不会影响到周遭的细胞。OK， 这个就是 necrosis 跟 apoptosis 最大的差别。所以你很难想象发育的过程里面会用 necrosis， 你的发育的过程一定都用 apoptosis， 因为你要做到极度精准的 shape 出你这个胚胎的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哪些东西死掉，不能够影响到周遭其他细胞。你绝对不会用 necrosis， 因为不然你的胚胎一直在发炎。你能想象它怎么可能可以正常的生长？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为什么精准的控制跟不精准的控制之间的差别是这个样子。OK， 好，这个就是 apoptosis 的 cell。 A form of programmed cell death has been induced in these cultured cells. Cell death is characterized by blebbing of the plasma membrane. 你看这个就是打包垃圾袋，只是这个地方它没有放 macrophage， 所以没有看到它吃掉的这个。 to the substratum that they have been growing on, and shrivel up without lysing. In the following movies, we observe the process at higher magnification. 通常这个时候 macrophage 就可以把这个吃掉。他们现在打包这个叫做 blebbing。有没有这个打包成垃圾袋 ？OK， 我不懂为什么他要放这种音乐。OK， 好，那 necrosis 通常就是破掉，请说。所以 necrosis 它就是它被触发，就比如他受伤害之后，它不会有其他的细胞因此帮助它，就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分出去，然后就是不会，因为来不及，没人知道它会被踩到，没人知道它会碰到高渗透，然后低渗。等张，高张低张，它就直接破掉，来不及。所以它附近的细胞也都不知道，就是很，对，完全是一个意外。对，就是意外走在路上被冷气砸到或什么，你怎么可能会有计划的被冷气砸到呢？对不对 ？OK， 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像这个，它就直接破掉，就消轰，你大家可以看到，嘣，就消轰。准备哦。它本来有一个立体的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有没有？这猫掉，就里面东西全部流出来。对，它那个染的那个是 TNF alpha， 就是可以让它 marker 到跟这个 necrosis 有关系的那个菌，所以你会看到它很绿，接下来就噗。就东西全部漏出去，外面就死掉了。OK， 好，那我们来提一下这个apoptosis， 它是由 caspase 的 family 去做这件事情，他们是一个很大的 protease 的 family。那平常的时候呢，它会有这个 N 端跟 C 端，然后这边会有一些 cleavage site。那平常的时候没有
它是属于 inactive 的 form 在细胞里面。可是呢，当它这个地方被切掉了以后，它就会组装成这个样子，变形金刚组装起来，它变成 active form。然后就像我讲的，它可以做2件事情，一个就是活化其他的 caspase 在这个下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些 caspase 都可以去切不一样的 DNA、不一样的 protein、不一样的 nuclein、lamine 等等这些 protein， 所以它最后就可以引发 positive feedback loop， 然后最后呢 trigger 这件事。当我考以下哪一些是 positive feedback loop 的时候，你至少还可以提得出来，一个是 caspase， 一个至少我在课堂上面有提到 caspase，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CDC25 的那一个 activate cycling 的那一个机制吧。OK，NCDK 很快起来那个机制。OK，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本来在 intermembrane space 的地方呢，有很多 cytochrome， 它本来是一个 electron carrier， 但是当你的细胞有一个右下角这个 apoptotic 的 stimulus， 一个刺激就是你要给我死的时候，它就会活化非常上游的一个 molecule 是 Bax 或是 Bac， 它会在 outer membrane 上面在 mitochondria outer membrane 它就 release 出来，然后就 bind 很多的所谓的 adapter protein， 然后最后 assembly 变成这一朵花，这一朵花呢就开始切粘这些 caspase， 然后把它们头切掉，让它们变成 active form， 最后就 trigger 下游的这些很多不一样的 caspase， 然后最后就开始 trigger apoptosis。OK， 所以的确有很多的 Bax 或是 Bax 的 inhibitor 就可以 totally block 那个 apoptosis 的整个 pathway，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上游的一件事情。OK， 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cell survival 的这些 factor， 比如说 survival 的 factor 或是 mitogen 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帮助细胞抑制它 apoptosis 的一些上游的这些东西。所以这 survival 的 factor 呢，粘到 receptor 以后呢，它一样的，很多的时候细胞的反应，很多时候是靠我们的细胞接受刺激以后会做出的反应。如果是没有很快的那一种呢，如果是很快的，我就会猜它是 ligand bind 上去以后，然后它会 conformation change， 然后做的反应。如果或者 ion channel 直接漏 ion 这样，如果是慢慢的，要花几个小时，通常就是 transcription factor。它刺激了以后 activate transcription factor， 然后它再让 DNA 开始被活化，然后产生出 RNA， 然后产生蛋白质。那个蛋白质呢，就作用那个人才会去回应这个刺激。通常这样一个 run 呢，需要好几个小时。那种事情 good for development，good for 这些比较慢的这些 reaction。OK， 像这边也是提到有一些 survival 的 factor， 它会 activate transcription factor， 然后呢，这些 bind 到 BCL2 gene 的 promoter 上面，它的一段 DNA， 然后促进它要产生出 BCL2 的RNA， 最后产生这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就会是 block apoptosis 一个很重要的 inhibitor。这是为什么？如果你今天给它很好的营养，给它 mitogen， 给它 growth factor， 它会抑制它。你不准给我去 apoptosis， 你是很重要的人 ，OK， 不准给我 apoptosis，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提到另外一个死亡的方式，这边我觉得我们要花稍微久一点的时间。那我刚才跟大家借了一些下个时间，我们下一堂课还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下一堂课再讲这个 mitosis 这个细胞死亡的机制，这是另外一个细胞很诡异死亡的机制，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再提到，好吗？那今天就上课先到这个地方。